今天这是非非脱口秀，是要把你们的脑子摇醒。馆长事件、员工恐吓、政治陷害，我呸！根本是全台湾都在装睡。台湾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越看越不对劲的烂戏。你以为是职场纠纷，结果扯到政治；你以为是政治，结果扯到金钱；你以为是金钱，结果又冒出兄弟义气、家庭压力、网军、民调、选举，搞到最后，你怀疑是不是全台湾的人都在演《楚门的世界》，只有你一个白痴在家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们每天刷脸书、看新闻、转贴文，以为自己很懂，屁了！你们根本是被当猴耍。我们先把主角搬出来，馆长，一个从健身房练到网红，从直播喊到国会厅外，从骂人骂到变成新闻头条的男人，全台湾最不怕吵架的人就是他。你骂他，他骂你；你喷他，他喷你；你打他，他把直播开更大声，让全台湾一起看你出糗。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平常被酸民喷，他还能骂回去；被政客针对，他还能直播干到对方关掉留言区。偏偏这一次站出来的人是他的员工，一个跟他吃饭、上班、一起工作的大师兄。哎呦，这就好玩了，外人骂你随便，政党搞你，你不怕。可是自己人跳出来说你怎样怎样，说你内部怎样运作，说你背后有什么黑幕，这才是要人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对台湾观众来说，自己团队的人出来爆料，永远比对手出来攻击更有杀伤力。政治对手攻击你，那是正常；酸民骂你，那叫网络生态。结果你的员工突然站出来说：“我忍太久了。”哇，这个才可怕，因为大家一听就觉得。哎呦，事情很大条了。但是我们要讲重点。大师兄是谁？他是普通网军吗？是匿名酸民吗？不是，他是领着高工资的员工，是长期跟馆长一起工作的核心人物。他有家庭，有责任，有孩子要养，有贷款要缴。他不是网络上那种随便写贴文骂一骂就跑掉的屁孩。他如果失业，他的家庭马上感受到压力。结果这样一个人突然公开跳出来爆料馆长，还一副我豁出去了的样子，这你不觉得怪？你真的不觉得怪？你再想想，在台湾一般工作都不容易找，尤其是这种靠体能、靠专业、靠长期关系建立的工作，如果他离开馆长团队，外面有谁愿意给他一样高的薪水？谁愿意承担这种你跟馆长翻脸的政治压力？谁敢？你不要骗自己，台湾政坛所有人都知道，凡是跟馆长有恩怨的人，都是有牌照、有颜色、有队伍、有网军的。大师兄这种动作，如果没有人撑腰，没有人保证他以后不会被饿死，你觉得他会这么敢对着镜头直接开火？不可能了。所以今天的主题来了，大师兄跳出来是真心愤怒，还是背后另有一群人正在铺好红地毯，请他往前走？你不要以为台湾政客很清高哦，台湾政治最擅长什么？利用别人去打别人。你出面，我出资源；你爆料，我提供舞台；你有怨气，我帮你放大10倍；你离开馆长团队，我帮你找个地方安顿。结果呢，你成了工具，他完成目标。你以为台湾政治人物会天真到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守住台湾民主，我们绝不会干涉媒体生态。”拜托，网军在台湾是合法到大家都懒得追了。一个政党养100个网军不算多，政党养200个网军正常。网军骂你，你还没骂回去，他们就已经把你变成反民主人士。所以你看，大师兄突然跳出来的时机，刚好是选举，刚好是立法院大战，刚好是民进党需要话题，刚好是他们要转移焦点，太巧了吧？巧到你以为神仙在写剧本。更好笑的是，台湾媒体永远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新闻不看事实，不看证据，不看司法程序，而是先看谁骂的最夸张。你骂越大声，你的新闻就越大条；你哭越大声，你的访问就越多。你说自己很可怜，记者立刻给你放音乐、打字幕、吹风机往你脸吹，让眼泪快点掉下来。台湾媒体真的是世界奇迹，大师兄站出来的隔天，新闻立刻铺天盖地。一天10个报道，每个标题都像在拍《甄嬛传》，惊天逆转，内部大地震，爆料震撼弹。你以为台湾媒体在做新闻？不是，他们在抢点击率。结果馆长那边呢，他平常骂政客骂到爽，现在被自己人骂，
他反而不太吭声，这又很怪。你说他怕吗？他怕什么？他连黑道都不怕，会怕一个员工？还是说事情太复杂，他没办法一次讲清楚？还是他说出来会牵连到更多东西？还是他已经发现真的是政治陷阱，不敢乱讲？你看看台湾政治历史，只要一个网红的影响力大到可以影响选举，他一定会被政治来回揉捏。你越大声，他们越不放心；你越受欢迎，他们越想找你麻烦；你越能影响票，他们越要削弱你。这就是台湾政治。馆长的问题不是员工是否恐吓，而是整个爆料的节奏太像是政治媒体作业流程，顺序太完美，时机太漂亮，传播太顺畅。普通员工爆料没有这种阵仗了。大师兄爆料完当晚，立刻一堆政治人物出来关心社会风气，关注职场问题，呼吁检调深入调查。你懂这是什么吗？这叫政治乘风破浪。台湾政客最喜欢别人帮他们制造风口，他们只要走上去就好。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大师兄的家庭，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拉进政治漩涡。如果今天大师兄真的只是情绪爆炸，他会变成牺牲品，因为政治世界不会照顾你，他们只会利用你。政党要攻击馆长，你只是其中一颗棋子，棋子赢了，政党得分；棋子输了，你自己承担。你家里压力，你未来的收入，你能不能养家？这些政治人物在乎吗？他们只在乎选票、版面、舆论。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不是员工恐吓那么简单，也不是馆长欺负员工那么简单。真正的重点是有人在背后看着馆长，等待一个破口，只要有人跳出来，他们就能顺势把馆长推进火坑。而大师兄就是那个被推出去的人。可是你问我，那大师兄是不是被收买？我告诉你，台湾政治不一定用买的，他们用的是承诺。例如，你放心出来讲，我会挺你；例如，未来你的工作不会出问题；例如，我们有资源、有朋友、有阵营；例如，你做的是正义，我们会帮你。听起来像公益活动，实际上是政治算计。所以你以为大师兄敢拼，是因为他勇，还是因为后面有人说兄弟冲，我们罩你？这才是关键。你去想一件事，如果今天你有一份月薪高、稳定、有前途的工作，你会轻易毁掉它吗？尤其你还有家庭、孩子，你敢吗？你敢跳出来当全台湾焦点吗？你敢赌上未来10年？你敢被媒体追着跑？一般人绝对不敢。只有一种情况你会敢，有人保证你以后不会饿死。而台湾最擅长保证别人不会饿死的，就是民进党。他们有资源，有政府预算，有基金会，有非营利组织，有顾问职位，有影子团队，有侧翼媒体，有网军群组。他们最懂如何安顿一个人，最懂如何把一个人包装成勇士。大师兄突然变成勇士，你觉得是巧合？反正台湾政治就是这样，你越看越觉得怪，越看越觉得有安排，越看越觉得每个人都有台词，只差你不知道剧本在哪里。馆长这次会不会被政治压垮？我看不会，因为他太硬。但有没有人想压垮他？一定有。他有没有被阴？100%有。大师兄是不是主动，还是被推？这个你心里已经有答案。这整件事情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馆长，也不是大师兄，而是台湾社会永远都被情绪带着走，只看谁哭、谁喊、谁爆料，却没人看证据，没人看逻辑，没人关心真相。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最大的受害者不是馆长，也不是大师兄，而是全台湾每天被情绪勒索、被媒体带风向、被政党操控、被网军煽动的普通人。你们永远在新闻标题里吓一跳，又在隔天被另一条新闻吓第2跳。台湾不是没有真相，是没人想听真相。政治需要剧情，媒体需要点击率，网红需要话题，唯一不需要这些的就是一般老百姓。讲到最后，这件事情不是员工恐吓或者政治陷害2个选项，而是台湾政治惯用的先利用后丢弃。馆长也许被算计，大师兄也许被利用，而真正被耍得团团转的是所有替政党打仗的人民。你以为你在看新闻，其实你被新闻看；你以为你在评断真相，其实别人已经替你写好结论；你以为馆长在被攻击，其实你看到的是台湾政治的日常样貌，
讲完前面，我们继续把最后一段讲完，讲到你心里有画面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台湾最近所有政治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谁影响力大，就轮到谁出事。以前是罗志祥，后来是黄国昌，后来是各种 YouTuber， 现在轮到馆长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政治最大特点叫做不能让别人太红，只要有人红起来，能影响选票，他们就要想办法压，想办法攻，想办法摸，想办法控制。你以为馆长一直骂民进党，他们就听不见？他们听得太清楚了，所以才会开始布局。你以为台湾网军不会针对他，他们比谁都熟练。你看大师兄出来的时候，那时机、那语气、那力度，全台湾网军秒冲上来，节奏完全精准，不用排练，自动完成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训练有素的网络政治生态。一个人跳出来，10个人放大，100个人复制，1000个人攻击，10000个人转发。你以为是民意，是网军。而且台湾网军最厉害的是，他们很懂假装人民，他们会用路人语气、普通家庭语气、上班族语气、学生语气，装的你以为我靠，怎么大家都这样想？其实你看到的是一群拿薪水敲键盘的人。大师兄被推上火线，只是一颗子弹，子弹射出去，枪不会心软，但子弹会碎。等风头过去，他还剩什么？他还能去哪？谁敢请他？谁敢给他高薪？谁敢承担他身上的政治标签？没人会。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被利用？我只能说，他被推上去的那一刻，他就输了。馆长输了吗？表面看好像被攻击，但其实他赢。他赢在他够硬，不怕被骂，不怕被黑，不怕有压力。不管谁攻击他，他都能开直播讲3小时。你越打他，他越红，越红越赚，越赚越敢讲。所以馆长最大的问题是，他太耐打。台湾政党最害怕就是这种人，逻辑不你管，民意不你扭，网军不你怕。但是今天讲的不是谁赢，而是政治的可怕。台湾最大的问题不是政党恶不恶，而是人民不知道自己被利用，还以为自己很聪明。你以为你在战正义，其实你替网军打工，你连加班费都拿不到。你看大师兄，他可能真有情绪，可能真有不满，但他选错时间、错地点、错方向。你想要讲真话没问题，但你要知道你讲出来之后，谁会拿去用？你讲的每一句都会成为政治的弹药。政治不是在帮你，而是在用你。等到他们用完，他们不会回头救你。你要知道，政治世界不会疼惜你。你生气，他们拍手；你爆料，他们庆祝；你哭，他们加标题；你失业，他们换下一颗旗。这整个事件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台湾政治最厉害的不是治理，而是包装；最擅长的不是改革，而是转移焦点；最强的能力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创造新问题来盖掉旧问题。馆长刚好是每次被盖掉的人，大师兄刚好是这次被推出的人，人民刚好是每次被骗的人。所以你问我真相是什么？我说真相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。你以为是个人情绪？不是。你以为是职场纠纷？不是。你以为是内部问题？不是。这其实是政治生态、媒体利益、网军操作、舆论制造全部结合的一个教科书案例。只是这次的主角从政客换成了网红，但结果永远一样，人民被耍，媒体赚钱，政党胜利，被利用的人最可怜。讲到这里，我送大家一句最重要的结尾：在台湾，你永远可以怀疑政客，怀疑媒体，怀疑网军，怀疑政治，但你永远不能怀疑一件事，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你，只是你以为你在旁观。是是非口秀讲到这里，今天你如果听懂了，你就知道馆长这次不是被一个员工击倒，而是被整个政治环境盯上。你如果听不懂，那也没关系，台湾政治很快会再演一次，让你重新学习。今天我讲了这么多，不是要你们相信我，也不是要你们支持馆长，更不是要你们加入任何政党。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开始思考，能够开始怀疑，能够开始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这个世界，不要再被媒体牵着鼻子走，不要再被政客忽悠，不要再被网军洗脑。你们才是台湾的主人，你们才是决定台湾未来的人，你们才是改变台湾的力量。我知道改变很难，思考很累，怀疑很痛苦，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改变，
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思考，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怀疑，那台湾就永远只能在这些烂戏里打转，台湾就永远只能被这些政客操控，台湾就永远只能被这些网军玩弄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拒绝被利用，拒绝被欺骗，拒绝被操控，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勇气，用我们的力量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台湾。最后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判断，请订阅，请分享，请按赞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未来努力奋斗。